最近土家野夫因为清迈组团买房事件被一些人评论为作家野夫摇身一变成为杀猪盘屠夫，引发了热议啊。我有一个方案可以立刻解决野夫清迈别墅纠纷目前所有的问题啊。如果现在你在看这个节目，野夫啊，你一定要竖起耳朵，睁大双眼了啊。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蛙。说起野夫这个人，他的知名度不低，他是易中天的弟子。易中天对他的经历很是同情，也欣赏他的为人和作品，所以委托他出版自己的著作，就给野夫在事业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野夫本名郑世平，出生于湖北，他是土家族，所以又被称为土家野夫。他的人生经历就比较曲折。1988年分配到公安单位工作，1989年呢，因为6·4事件，同情学生退出了警界。之后又因为参与掩护民运人员，被作家兼好友熊昭正检举后被捕，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判刑6年。这些年他已经淡出大众的视野。半年前呢，他接受了财经的采访，重点呢就谈到他当年被好友作家这个熊昭正举报入狱事件的始末。这就让很多只闻其名不知其人的人对野夫就有了新的了解。但是没想到时间还不到半年，野夫因为组织清迈购房事件，名声就急转直下尤其是随着王志安对涉事当事人初一和野夫的采访，以及前几天李大爷李成鹏的发文声讨，野夫已经陷入了一个被围攻声讨的尴尬境地。多年来累积的有风骨有品格的形象严重受损，还被册封了一个新的外号野夫杀猪盘。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野夫的清迈别墅项目一、简要概括野夫清迈组团买房事件的来龙去脉。2、野夫为什么要策划清迈抱团买房？他是杀猪盘吗？3、野夫清迈别墅的核心矛盾点有哪些？为什么注定会失败？4、野夫是杀猪盘的屠夫，还是雪花一样的无辜？野夫的人品到底行不行？5、大王支一招彻底解决野夫清迈别墅核心矛盾产权问题。时间回到2年前，野夫机缘巧合之下就来到了清迈。清迈的风景和自由，以及对别墅生活的向往，都让野夫就觉得清迈这个地方不错。很快他和在当地开发房地产的朋友就达成了合作意向。野夫就负责招揽组团买家，朋友负责建房和处理合同等手续问题。凭借野夫的人品和能力，以及以往的竖起的威放，凑齐买房的人真是稀松平常，再多3倍也稀松。野夫推销房产，主打一个人文住在这里就能够和野夫等等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做邻居。在海外呢，能有这样一片土地能让他们能够随意的就一块谈心拍电影做活动，这听起来确实诱人关键是这别墅的价格它并不贵一套别墅从150-160万到200万，旁边还有高尔夫球场相对于中国的1线城市动辄就几百万的公寓来说，这里的别墅都是白菜价。很快他就凑齐了几十户，这些人陆陆续续和开发商签订了相关的合同，还有后期的一些零星买家闻风而来。但很快这批所谓的团购别墅就出现了一系列交付和手续问题。泰国的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够在泰国购买别墅的真实产权，只可以购买公寓对于别墅只能租赁。这个问题呢，野夫和买家之前都是清楚的，所以他们就协商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就是说买家和开发商签3份租约合同，每份合同30年。这样呢，就有了90年的租约合同。那为什么分3份租约呢？但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长租约只能签30年那么一套100多万的房子，通过3份租约之后，住了90年之后，无论如何它也够本了。之后开发商收过去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泰国2022年开始，地产政策就有了一些变化，就不能够在泰国的官方的土地厅备案30年的租约了，只能够根据签证的时间来备案租约。例如你的签证是10年的，那么可以备案10年。那签证是1年的，只能备案1年。而且无论是什么签证，最长它就是10年。据说这个政策就是为了打击电信诈骗等灰色产业。一些在这里产业里挣钱的人就跑到泰国就去签一个很长的别墅租约，大家都懂的那清迈离这个缅甸边境非常近，车程只有3个小时不到那么首先野夫的这个租约的30年的正式备案已经无法落实了。其次，房屋交付的时候，这买家就发现这房屋的质量和买房时候看那个样板间的图片不符。还有部分买家就认为他们买的价格高，一句话就是质次价高。再结合长租约没有办法备份，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就有一些买家就嚷嚷着要退房还有一些买家
要求对房屋质量进行维修。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产生了一些争论和拉扯，还发生了一些开发商对买家断水断电的行为。这些开发商和买家以及野夫之间的拉扯就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根据野夫自己的说法，这一些要求退款的买家也的确最后都退了房，但因为装修等等原因，会有一部分的经济损失最近呢，通过王志安的采访，当事人初一和野夫把这件事捅到了台前，很多吃瓜观众看得不亦乐乎。根据采访来看，其实要求退房的应该没有几套，该退就退呗。这个地方按照野夫自己的话说有名人围堆背书，那些房子再次卖出真是不愁。事实也的确是这么个事实而且相对于国内来说，你看这个房子太便宜了吧，这个地方也不错是吧？比其他的一些地方就算便宜点贵一点，那一套不到200万的别墅，那贵也贵不到哪里去嘛。如果没有乱七八糟这些情况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就完事儿了嘛？但野夫这书生气就出来了，心态傲娇就没把那几个不满意的房主哄好。这野夫一生气就感觉到这个地盘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得压住刺儿头，不然未来呢更不好整。结果呢他拖大了，以王志安采访的那位名叫初一的为主的买家就到处翻扬开了这件事儿，弄得满世界尘土，吸引了不少大号小号杂号各种报道。其实初一讲基本也是事实没什么太大问题。但目前泰国外国人买卖房产的历史和规则就是野夫说的那种，再加上2年前呢又有政策变化的不可抗力，那野夫就笃信现在在泰国买别墅，因为各种政策和不可抗力，那就得坚守礼义情，这样呢才能绕过法律，享受这片世外桃源的美好生活。野夫的意思就是我跟关二爷对过话，关二爷唾沫砸地就是一个坑，万难有纰漏。而有一些买家对野夫的质疑就是万一那不是关二爷是吕布可怎么办？那野夫开发商和买家之间正在那叭叭叭呢，意见领袖李承鹏李大为蹦出来扇了一记耳光他在痛斥野夫的那篇雄文里面就讲，野夫一开始穷尽了说服手段来向他推销房产。他在文章里还说，就他发现了问题之后，第一天就在群里面痛斥了野夫臭不要脸，在群里还痛斥于是乎呢就炸了。那李承鹏你看是什么人呢？在墙内墙外说个话就是圣旨是卧龙凤雏般的存在。虽然年纪比野夫小，但威望和知名度那都远在野夫之上。他最狠的一句话就是这句野夫的那些脏事儿。的确野夫呢作为老大哥组织抱团买房，他有一个原罪，就是从开发商那里收取了中介费用。这个费用大概是10%左右，远高于正常的中介费。以他第一批团购的20多套房来算的话，那野夫估计赚了200到300万左右。这也符合野夫采访中提到的，最起码他能挣出一套房钱。有人认为这个野夫忙前忙后张罗这个事儿，收点费用是合理应该的没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估计很多人也就无所谓但出现问题之后，这个过高的中介费就会被放大了。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是野夫在采访中表达了后悔搞这么一摊的事儿同时呢也表达他对于要退房的人会帮助协商到底，无论是他自己破财还是以项上人头做保，他都会负责到底。野夫也表达了他是极度信任他的开发商的朋友的，这也是他不停地提到礼义情的这个底气。以上就是截止目前事件的始末。从采访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其实野夫并不是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杀猪盘，他既没有那个能力，他也没有那么阴暗野夫呢，面对王志安的镜头采访的时候，还是非常坦荡的。当然了，在他筹划项目组团推销以及后面的这个退房协商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些行为不合适，和老大哥的这个形象不符这其实恰恰反映了野夫他当时的一些窘境，和他作为文人以及半生颠簸之后内心的那种愤懑。下面且听我细细来讲一下。第一，为什么野夫要搞这件事儿呢？他有2个核心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是野夫真的缺钱，从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易中天呢，当年在他出狱之后委托他来出版自己的作品，让他赚到了一些钱。因为易中天的作品呢非常畅销这可能是他最多的一笔收入来源了。做了几年出版之后呢，野夫又进入了影视和编剧这个行当，最知名的就是担任过电影《玉观音》的这个制片策划，应该呢总体来看也是不太成功。之后他就在云南生活写作，而他的作品呢后来在大陆呢就禁止出版，只能在台湾发行，所以他的付费读者其实非常少。你就没看过他的书吧？没有。我也没看过。
因为这2天做关于他的节目嘛，所以呢，我还特意找了他的作品来读了一下哈。因为呢，他的生活经历就比较坎坷，所以你看他的文字其实还是挺厚重的。那随着年龄增大呀，据说野夫现在的身体呢也不太好，他就属于那种三无人员，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啊，维持生计就靠一点写作收入和积蓄，还得治病。所以他的这个经济状况肯定不好，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的买家、朋友和开发商之间闹了矛盾之后呢，他在协商的时候，其实态度更多是偏向开发商这一边的。虽然两边他都是朋友，毕竟你看他收了开发商的钱嘛，收钱办事儿，这应该也是他认为中的义理中的一部分啊。那第二个出发点呢，就是野夫漂泊半生，渴望有那么一方净土，让他能够安享晚年，最好呢还有一帮朋友陪在身边。就像他说的，就他想聚拢一批有想法、有资源、有能力的人，就在一块儿，可以在这里呢就搞搞讲学呀、拍电影啊，搞各种活动，是吧？就算是一起喝酒聊天消磨时间，都是一种快意嘛。清迈的这个别墅的环境啊，和居住条件，还有这个便宜的价格，以及这个自由的氛围，就让野夫觉得这里就是一个理想的家园。野夫搞这个项目，既可以给自己搞一个梦想乌托邦式的安乐窝，又能够从中赚取一点未来的养老钱。从各个方面来讲，这个确实也算是合情合理吧，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这第一点。那野夫呢？第二点，他就是没有能力去搞杀猪盘。你看他作为一个文人，他又不是当地的地头蛇，在当地没资源、没人脉，那点中介费其实也没多少钱，搞什么杀猪盘呢？他又有广泛的知名度，文人呐，那一辈子如果捞不到大钱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图一个名声嘛。那名声对他来说就是一笔财富啊！而且通过我之前的描述，你看他不用搞杀猪盘也能赚到中介费，他的想法呢，他确实是好的。按照这个构想来实施的话，他也根本没有必要去搞成杀猪盘嘛，就能挣钱嘛，何必当那个屠夫呢？然后又反过来又被人到处追杀。他可能没那么聪明，但也不至于那么蠢呢。所以于情于理，从野夫的角度出发呀，无论从开始还是到现在哈，他都不是按照杀猪盘的这个模式来搞，他就是要给自己搞一个养老圣地，同时呢拢一帮朋友在身边，同时呢自己还能挣点钱哈。那对他来说就这么简单，只不过呢之后的事情朝向他不可控制的方向去发展了，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文人所无法预料的。先说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哈，因为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屎上雕花，一坨屎它本来就是臭的。野夫，你作为一个厨师，你再怎么去在这坨屎上去做文章，你也无法把它变成一盆香喷喷的菜嘛。说这个事儿它是一盆屎，有2个方面，房子产权问题是屎的阳面，自己组织抱团养老这种方式是屎的阴面。房产啊，它毕竟是个大宗商品，产权清晰非常重要。野夫的这些朋友现在看起来也都不是那种什么大富大贵，不在乎这1、2百万的人。这个项目最核心的矛盾就是产权。虽然这个房子的质量比预想的差哈，这也是一个问题，但当地你看人工便宜啊，只要把产权解决了，这些买家自己出钱缝缝补补，那不是太大问题。再夸张一点说啊，这块地如果真能过户到买家名下，那有人可能就把它扒了重建，也就再花个100万，也就能盖一个更好的房子。估计很多人还会更开心。那再来说说这个项目的3方矛盾的核心点：一是价高质次，2是价格不统一，有的买的贵啊，有的买的便宜；3是产权问题无法过户；4是发生纠纷之后解决的过程呢有火药味儿。但归根到底啊，最矛盾的核心啊，就是产权无法过渡到买家名下。那无法获得产权这件事儿，买家一开始啊都是知道的。那本来呢就可以通过一个30年的租约来部分化解，但是由于不可抗力政策的调整，在泰国土地厅备份的这个租约只能和签证的时间现在匹配，有的人就可能签了一个3年，有的人就可能甚至只能签1年。当然了，这个开发商呢也提供了解决方案，就是开发商私底下会和买家再去填一份什么3份30年的租约。那这些租约没有在土地厅备份也不合法啊。那说白了就是上法庭的话，这个租约都是无效的哈。那么这90年租约的履约就要靠开发商自己来保证了。其实啊，一开始啊，我相信一些买家，因为野夫在中间作为中间人嘛，他们是相对信任开发商的。但是随着一些买家退房时发生各种纠纷呢，买家群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就不像以前那么亲密和信任了。
就包括对野夫的信任程度也都在整体下降，这就让产权这个矛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所以这个项目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你要通过什么设计什么私底下的租约合同啊，还得分什么3份儿，然后野夫呢作为中间人，他也不可能再活90年来协调吧？你看这个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纠纷保障，什么租赁合同的履行，当和这个开发商有矛盾开始爆发的时候，对开发商信任程度降低之后，那野夫作为牵头的老大哥和协调员，他的长寿问题突然就成为了所有买家突然意识到的一个头等大事啊！好家伙，现在野夫他还是抱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解决协调各种问题。那他万一将来要是故去了，那开发商或者开发商继承人不认账呢，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最希望野夫长命百岁的，能够突破人类生命极限的，就是清迈这帮买家了对，而且野夫的朋友开发商他还是个中国人，这些房产呢现在都在他的泰国太太的名下，万一他们将来要是离婚了，或者是假离婚不认账，这些租约合同那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的问题早早晚晚都会爆发，即便现在不爆发，野夫未来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也会爆发。而且那个时候它就不是现在的几户业主要退房的问题了，那是几乎所有的买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再来谈谈这个屎的阴面，抱团买房养老这种方式，其实野夫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一帮所谓互相认可的人在一起的那种热闹。真正呢有格局、喜欢清静无为的作家，其实真没几个你看钱钟书可能算一个，但就像鲁迅这样的大家，林徽这样的知性美女也都是喜欢热闹，搞小团体，而且这些小团体往往还会再分裂成更小的团体，拉帮结派、拉高踩低、议论是非，这种乌七八糟的氛围，有的时候就比普通人之间的那种是非还要多。其实一帮事儿逼聚在一起，只会把逼事儿搞得越来越多。李承鹏的文章里就证明了这一点嘛。现在他们这个小区里的人就是非很多，而且各种乌烟瘴气。我想起看过国内的一些视频，就是讲同学朋友，然后也是抱团养老，一块儿到某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租或者建一片房子一起住进去，后来也都是往往一地鸡毛。这种抱团养老就年纪越大是越不行。你看行动不便之后，干多干少，吃多吃少，谁的房间阳光好、风景好，谁的房间差，是吧？这都是矛盾。抱团养老这些事儿经过各国长期实践，只有一种方案可行，那就是一块儿住进养老院。再事儿逼的人到了养老院，往往也都安静了，因为养老院它有人集中统一管理不管你是什么文人骚客到了养老院里面，那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儿呢，首先它一下锐减了，吃多吃少，房间好坏待价而沽嘛，就是多花钱就享受好的，不想花钱就吃出差一点，这就合情合理。所以靠自己组团抱团养老，从制度上来说就不太可行。自己抱团养老呢，讲的更多就是感情，而不是规则。那野夫在王志安的这个采访中就谈到最多的，它就不是法律，而不是合同，就是情义理。所谓的感情，那意思就是要你多包容呗。包容就意味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但是你想，这些人随着年纪的增大，一个个还都很有个性，是吧？越老越率性嘛，越放飞自己，眼看都要入土了，那你凭啥包容你关键他还不是偶尔搞个聚会，偶尔搞一次呢，那有什么矛盾忍一忍，包容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你看，长年累月就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可能有点什么小矛盾小摩擦，每天都要包容，那谁受得了前面我们就提到了，野夫绝对不是杀猪盘那走到现在这个情况，那也绝不是他之前能预料得到的。出发点呢，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初一这些买家也不能说他们有啥问题初一这些买家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出发点也是好的，能够在名人老大哥周围是吧聚一聚，自己的孩子能上国际学校是吧？住在清迈呢这样一个比较安全、风景优美、价格便宜的社区，确实也是挺好的一事儿那后来呢，因为政策的调整变化呢，房屋交付什么质量不高以及担心未来的90年产权问题，他们想退这个房子，或者他们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你在史上雕花，你就会发现最后各方的利益都难以保障，大家都很痛苦。你说有问题吧，好像每一方都有问题；你说没问题吧，这每一方又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出发点是好的，我认为这个野夫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你就没有评估清楚风险嘛，你就谋划了这个事情，是吧？那也确实就是因为你的介绍引导就买入，让一些买家现在就进退两难，更何况你还收取了相应的中介费用。
而这种买卖方式又是违反了泰国的法律。即便事前已经和买家沟通了这其中的风险和持有的方式啊，但不意味着你就这样就可以免责呀。就打个夸张的比方来说哈，就你说某国家禁枪哈，禁止买卖，然后你作为中间人，你就卖给买家一把枪，你就告诉买家啊，你说这个国家法律禁止买枪和持枪，你买是有风险的。我可是提前告诉你了啊，那你说这个中间人他没有法律责任吗？再来说说这个野夫的人品啊，可以说在此之前没啥说的。对于野夫的评价几乎是公开的一致啊，就是他是一个受到了生活的蹂躏的，但却有自己风骨的人。但这件事的处理上就暴露出来他作为文人的一种轴，这种轴就让他显得就有点混不吝了哈。就像大宅门里那白景琦那样的那种混不吝。其实你看他一开始啊就痛快的协商把初一还有其他少数买家的房子就退了就完事儿了呗，但他总想试图以情义理来说服对方，希望对方理解开发商和现在的不可抗力所产生的这些问题。他犯的错误就是就自己觉得这个道理啊和不可抗力都说明白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心里坦荡荡随便你搞，然后初一上节目就搞他了。再加上沾上了中介费这笔钱，这就让李承鹏骂他那句当事儿就有了依据。所以啊，我的结论是啊，他搞出这摊事儿啊，你还不能完全从人品这个角度来评论哈，而是文人他就不适合做生意，他做不到认错和说软话来协调解决问题。最后你看初一的房也退了，但是双方的梁子也结下了，还闹得沸沸扬扬，你说把李承鹏都惹急了。这一切的发生呢，就他还认为自己占着情义理，你有病。所以啊。在金钱的世界，野夫这种轴人看得不够清楚，碰壁之后还没有柔软的身段，最后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名声就散落了一地。就像他自己说的哈，他真不应该掺和这事儿啊。当然，野夫的困境也不是不可以解决啊，他周围估计就没有搞金融的朋友给他支招。大王，我今天隔空给他出个主意啊，协商的好，这个问题就会彻底解决。前面我们谈到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嘛，产权问题一旦解决了，那几乎全部问题就迎刃而解，大家笑哈哈。虽然啊，因为泰国的这个法律问题没有办法将房屋过户到买家名下，但是他们可以参考中国互联网公司的 VIE 上市结构以及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方案来解决这个产权和买房款的问题。具体来说啊，买家不是担心这个房款已经全款给了，但是90年的租约有可能无法履行吗？那买家可以和开发商签一份实物买卖或者服务合同啊。比如买家就让他孩子随便画一幅画，然后开发商把这幅画就花200万买下来，注明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买卖合同双方签字画押。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他的买房款已经虽然全额付给了开发商，但是呢又通过这样一份书画买卖合同仍旧攥在自己的手里哈。那如果打官司呢，通过法律支持仍旧是可以把这钱要回来的。之后啊，没几年就签一份可以在土地厅备案的那个真实租约合同嘛。那每签一份，买家就提供一份收据啊，就说已经收到了相应金额的款项，相当于总房款的这部分金额呀，就释放给了开发商。那如果万一哪一年这个开发商抽风不再续约这个租约合同了，那就可以拿着这个书画的买卖合同去打官司，可以要求开发商支付剩下的款项哈。那这样买家的资金不就有了法律保障了吗？当然，具体的细节啊，要双方可以协商。野夫啊，你们可以找一个金融相关人士搞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哈。所以野夫，你这个项目啊，目前总体看是失败了，但呢还有挽回的余地啊。最后我想再说两句，如果想当大哥，牵头抱团养老也好啊，这抱团买房也好，也切记2个原则呀。第一，带头大哥不要想着赚钱，你必须得是做公益，你才能一直当大哥。否则你早早晚晚都会从大哥变成别人嘴里的大哥，割韭菜那个大哥啊。第二，要抱着吃亏的心理，你就是去为大家义务组织这事儿了，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你要当大哥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你要怀着这样的心态去抱团去团购，才能够成为大家心里那个永恒的大哥。我看了2眼王志安采访野夫的那个视频嘛，还真是就他那个神态还有黑瘦的脸，真的有点让人心疼的感觉。我相信啊，那个买家初一当年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看光环也好，同情心也罢，就是得有距离，距离产生美。反之啊，熟人抱团近距离养老绝不可行，切记切记啊！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